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震撼全球的事件，伊朗的战事竟然被视为一场针对中国的三管齐下灭国级军事演习，而川普更是使出围台战术，反将北京义军。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伊朗真的在短短时间内被打得溃不成军，美国展现出了令人啧舌的新形态战争模式，这背后的盘算是什么？难道美伊之战只是表面？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北京当局。川普的围台战术又到底是怎么反杀北京的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国际棋局中暗藏的玄机。就在2026年3月初，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突袭。白天突然的空袭仿佛天降神兵，美以联军的战机和无人机如倾盆大雨般袭向德黑兰及各大军事目标。一时间，爆炸声此起彼落，伊朗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伊朗高层原以为美军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没想到这次竟是玩真的，而且动手如此干净利落。更惊人的是，在行动开始仅仅2个小时内，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便遭到斩首，他在严密保护下依然被精确打击，当场身亡。要知道，美军当年追捕宾拉登花了将近10年光阴，而这一次美军运用 AI 和无人机，居然在开战后短短2小时内就锁定并消灭了哈米尼，效率之高前所未见。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原来美国早已潜入了伊朗的情报网络。据爆料，伊朗全国7亿只监视器中有大量中国制造的设备，美方早就秘密骇入这些监控系统，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眼线。开战刹那，美军透过无所不在的天眼迅速定位哈米尼的行踪，再派出高速精确的导引炸弹送上门去。哈米尼可能做梦都想不到，美军竟能利用伊朗自己的监视网把他从暗处揪了出来。这种结合网络渗透与 AI 分析的 AI 斩首行动，让世界第一次见识到未来战争的可怕模样。伊朗的领袖群龙无首，整个指挥系统在开局就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天空中，美军的新形态攻势更让伊朗军队绝望。数以百计的隐形战机、轰炸机早在战前幽灵般飞抵中东，没有引起任何警觉。就在开战一刻从半个地球外现身，伊朗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无数诡异的光点，那是美军蜂群般的无人机。这些 AI 操控的无人机从四面八方涌入，在伊朗上空编织成一张死亡天网。他们俯瞰战场如同上帝视角，将伊朗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美军甚至启用了先进的 4D 战场图像技术。据传，只需1名分析人员配合强大 AI， 就能整合所有即时情报，生成动态的全景战场地图。指挥官仿佛上帝般俯视沙场，敌军的一举一动无所遁形。下一步行动的最佳方案也由 AI 迅速推荐。伊朗军队在这种攻势下完全失去了反击能力，防空飞弹不知道该打哪架无人机，因为天空中无人机如同蝗虫般密布，雷达刚开机就被反辐射导弹摧毁，通信指挥频段也被美军电子战机全面干扰瘫痪。短短几个小时，伊朗苦心经营的防空网就像纸糊的一样被捅穿。伊朗士兵抬头望去，只看到密密麻麻的无人机在头顶盘旋，仿佛置身地狱。有人形容，台海若开战，中国解放军头顶出现的恐怕就是这幅景象。而美军这次等于在伊朗提前上演了未来台海空战的地狱模式。空袭展开的同时，美国在海上的杀招也让人瞠目结舌。一直潜伏在暗处的美军核潜艇等的就是这一刻。战争爆发后不到1天，美军的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悄悄潜入波斯湾，锁定了伊朗海军为数不多的主力舰艇。伊朗海军平时常以波斯湾三礁自豪，那是他们最新改装或自制的3艘军舰，包括1艘大型直升机母舰和2艘新式驱逐舰，号称战力足以抗衡区域威胁。然而川普显然懒得跟他们玩猫捉老鼠。战争第2天凌晨，美军潜艇率先在实战中发射鱼雷攻击，这竟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潜艇首次在实战中发射鱼雷。随着几声水下闷响，伊朗海军的三礁竟然瞬间变成了大海中的3座人造珊瑚礁，全部重雷沉没。这几艘舰船连同上面的官兵一起迅速沉入冰冷的海底，
伊朗引以为傲的海上力量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更具震撼意义的是，这展示了美军下一代海战黑科技的威力。传统上，潜艇虽然致命，但要在浅狭的波斯湾发挥作用并不容易，而美军的先进鱼雷与静音技术似乎完全无惧复杂环境，一举歼灭目标。消息传出，解放军将领们无不心头一寒。多年来中国苦心发展的海军，包括航母和驱逐舰，若真与美潜艇短兵相接，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伊朗残存的其他舰艇见势不妙，纷纷仓皇出逃，有的钻进沿岸浅水港湾躲藏，有的竟直接逃离波斯湾。有传言说，伊朗有一艘舰船一路窜逃，最后躲进了远在南亚的斯里兰卡一处小港口避难。一时间，伊朗海军的荣耀尽失，幸存舰只沦为惊弓之鸟，只敢作壁上观。波斯湾上则出现了令世人惊叹的一幕。美国与盟军的海上力量大集结，几乎是航母大乱斗的场景。美军福特号等航母战斗群早已部署到位，英国甚至派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协助威慑，澳洲也派舰队在一旁观摩支援。短短时间内，多国舰艇云集赫姆兹海峡周边，对外展示绝不允许国际航道被关闭的决心。伊朗一看硬得不行，竟使出了疯狂的招数，下令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企图玉石俱焚。短短时间内，伊朗革命卫队声称投下了多达6000枚水雷，企图封锁这条全球石油命脉航道。一旦海峡被雷区覆盖，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行，全球石油供应将瞬间断裂。这是伊朗企图拉全世界一起下水的狠招。然而，即便如此，美国也早有准备。美军和盟军的猎雷舰、无人猎雷装备迅速出动，在航母战机掩护下开始扫雷行动。海峡两端，几艘超级油轮在军舰护送下大胆地尝试通过。有人将那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三，因为油轮冒险穿越水雷区的场景扣人心弦，但结果是成功的。首批2艘勇敢的油轮竟然安然穿过了荷姆兹海峡，这给全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哪怕伊朗疯狂摊牌，国际社会也有能力维持石油航道的畅通。伊朗作为区域强权，不可能不反扑。尽管遭受毁灭性打击，残存的革命卫队部队仍发射了一系列飞弹，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和以色列目标。一时间，中东天空出现火箭飞弹来回的火光。然而美以联军早有防范，美国爱国者3型、防空铁穹、萨德系统多层拦截，成功拦下大部分来袭弹道。即使有漏网之鱼击中目标，也因事先疏散和加强防护而未造成重大伤亡。伊朗多年来苦心建立的飞弹不对称作战王牌被美军的反导网打得黯然失色。同时，伊朗还怂恿操控在中东各地的代理人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伊拉克民兵等等，对美军和盟友发动骚扰攻击。然而，这些零星袭击在强大的美军面前难成气候，反而是那些代理人组织自身，因为金主伊朗自身难保，渐渐士气低落。更有传言，部分民兵看到美军如此强悍，转而收敛行动，静观局势发展，甚至暗通款曲寻求自保之策。短短几天内，伊朗试图扩大战场，以求转圜的战略目标并未达成，美国并未因多线作战而手忙脚乱。相反，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表面上谴责冲突升级，实则一副作壁上观甚至幸灾乐祸的姿态。北京此前苦心撮合的伊朗、沙特和解，在这关键时刻毫无用处。沙特没有伸出援手救伊朗，反而被爆出私下默许美以使用领空进行打击。伊朗原指望的几个大国伙伴中国、俄罗斯，一个袖手旁观，一个自顾不暇，根本指望不上。德黑兰政权真可谓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在如此压倒性的3-7攻势下，伊朗政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开战不到1周，伊朗全境主要的军事设施飞毁即瘫，人员伤亡惨重，连革命卫队指挥官都折损过半。国内民心大乱，大城市里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有民众乘机冲击宗教领袖的办公场所，长期受压迫的库尔德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也乘势而起，在边境地区夺取据点。一场37年来统治最残暴的神权政府行将倒台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没有人能想到，
这个在中东跋扈数十年的政权，居然会在不到100日内土崩瓦解。有人戏称川普是杀神，上任100天内就斩除了伊朗这个心腹大患。当然，伊朗的故事还没真正结束，战后如何重建，谁来掌权，会不会陷入动荡，都是未知数。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军这场近乎示范级的快速歼灭战，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什么叫实力。而这其中，看得最心惊肉跳的，莫过于远在东方的中国。随着伊朗战事尘埃落定，全球媒体纷纷分析其影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军借由这次行动不仅重振了自身天下第一军队的威名，更震慑了另一个潜在强权中国。北京当局这些年来高调宣传东升西降，美国日渐衰弱，甚至扬言美军不敢也不会再在海外轻易动武。然而眼下的现实却给了中国当头棒喝，美国不仅动武了，而且打得又快又狠，几乎毫发无伤的就结束了一场高难度战争。更让北京坐立难安的是，美国这次顺手推翻的不仅是伊朗政权，还包括稍早前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短短时间内，2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反美政权相继倒台，难免让人联想，下一个会不会是北韩，甚至中国自己。北京高层惊觉，多年来纵横捭阖所打造的反美联盟已经岌岌可危，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伊朗一败，中国在中东几乎失去了唯一可靠的支点。委内瑞拉变天，中国在拉美的能源布局也受重创。川普这几步棋看似各个击破，其实条条瞄准的都是习近平的命脉。北京高层哪能不心惊？据传，中南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美军行动模式和战略意图，气氛异常凝重。平日里高调叫嚣的中国官媒，这回明显降调了许多。外交部发言人只是泛泛其谈，呼吁和平对话，既不敢明确谴责美国，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站在伊朗一边痛骂美帝。毕竟谁都看得出这场仗伊朗输得多么彻底，再嘴硬已无意义。北京甚至一度出现一种异样的沉默。习近平本人在战事期间几乎绝口不提伊朗，官方媒体也对相关消息低调处理，避免刺激国内民众去深究其中意涵。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当时是晋升了，因为他也被美军硬实力吓到了。伊朗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超出北京的预料。解放军高层据说对美军新战术议论纷纷，许多人直呼看不透美军展示的某些能力，诸如 AI 无人机蜂群、网络斩首行动等。中国军方此前仅有理论概念，如今却被证明已可实战运用。相形之下，解放军过去所吹嘘的东风快递、航母杀手等法宝，在这次冲突中没有类似的成功案例支撑，威慑力难免被打折。对此，北京除了暗自心虚，又能说什么呢？难怪官媒只敢引用外媒观点说，中国对美军实力感到不安，故左右而言他。中国网民虽然多数看不到完整真相，但各种小道消息还是传开了。美国轻松灭国，伊朗全军覆没，哈米尼被斩首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一度遭到审查机器的大量删帖。北京当局显然不愿让国人深思，如果这场战争的对象换成中国，结果会如何？这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军方的士气都是极大的忌讳。更让北京担忧的是，这场伊朗战争的后果已经迫使中国不得不进入一种准战时状态。试想，伊朗之所以遭遇灭顶之灾，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经济和军事命脉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石油要经过狭窄的海峡出口，武器装备远逊美军，盟友靠不住。而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也有类似的弱点。中国每年大量进口石油，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东，特别是伊朗和海湾地区。如果美国在中东有能力封锁石油供应线，那中国经济将被掐住喉咙。难怪就在伊朗局势刚缓下来时，北京立刻下达一道紧急命令，暂停出口汽油和柴油。乍看之下，禁止油品出口似乎跟伊朗八竿子打不着，但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中国在为非常时刻做准备，留存燃料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中国也紧急提高了军费预算，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宣布国防支出增长 7% 以上，这是近年来增幅最高之一，充分说明了解放军认为眼下形势严峻，需要加快武备提升速度。
习近平甚至罕见地在内部强调备战打仗的重要性，仿佛战争阴云已在头顶。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美国这一手太狠，如果不赶紧做些改变，下一次倒霉的可能就是自己。还有一件令中国颜面扫地的事，伊朗战争期间，中国在伊朗的侨民与企业人员陷入极大危险。然而中国政府的撤侨行动却乱成一团，甚至爆出荒唐剧情。由于战事猛烈，伊朗机场关闭，网络中断，各国纷纷想办法把本国公民撤离战区。土耳其派出了专机，俄罗斯动用了军用运输机，甚至印度也迅速调集舰船接侨民。反观中国，最初竟只是透过驻伊朗大使馆发布公告，要求在伊中国公民自行想办法前往邻国。有些中国人不得不开车几百公里，甚至徒步穿越边境沙漠逃往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然而更讽刺的是，他们到了边境却发现，中国大使馆让他们先上网填写签证表格，但战争都打响了，哪里还有网络？很多人根本无法按要求办到，进退两难。有些侥幸逃出的华人在网上哭诉，祖国让我们自己逃，还要我们上网填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一幕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国际舆论哗然，质疑中国政府对侨民安危的漠视。北京当然急了，赶紧调派几架民航包机和一艘商船去接人，但为时已晚。一些在乱局中的中国人已经遇险甚至伤亡，遗体辗转运回国。这场撤侨风波严重打击了中国政府在海外华人心中的形象，也让国内民众私下议论，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美国那样实力说话。北京当局对此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在宣传上保持低调，避免此事持续发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军闪电击溃伊朗，不仅直接让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受损，更间接动摇了北京精心编织的中国是可靠大国叙事。连盟友伊朗都保不住，连自己公民也护不周全，这叫北京情何以堪？分析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伊朗战争为何打成这样？川普政府到底有何盘算？愿意冒着一定风险在中东打一仗？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这场闪击伊朗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伊朗本身，而是一石多鸟。川普下这步棋，真正瞄准的是更大的对手中国。有人将其概括为三管齐下战略，也就是从3个方面同时出击，彻底压制对手。我们来细细拆解这3管是哪3管。首先第一管就是军事利刃，迅猛无敌。川普深知要让对手畏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展示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而且要展示最新最强的那一面。于是美军选择伊朗作为一个理想的试炼场，既能除掉一个长期威胁，又能测试新战法。这次行动中，美军全面运用隐形科技、AI 无人机、大数据情报融合等次世代技术，打出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现代化战争。对中国而言，这就像一场公开的威慑秀。你看，我的刀子已经这么快这么利了，你挡得住吗？从空中斩首到水下猎杀，美军向全世界，特别是北京，证明了自己随时能打，而且打不败的军事态势。想想看，伊朗的武装力量虽不如中俄，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也算颇具规模，且装备不少先进武器，包括从中国、俄罗斯引进的防空飞弹、雷达等。然而在美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美军展示了对制空权、制海权的绝对掌控力，又以网络攻击与电子战辅助，瘫痪敌军体系。这种体系对抗体系的打法，正是过去中国军事专家担心的美军杀手锏，如今真真切切摆在眼前。伊朗战场的结局无疑在中国高层敲响了警钟。解放军过去寄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面对美军新战法是否奏效？伊朗也有不少弹道飞弹，也想用密集打击赶走敌人，但结果如何？美军防御体系依然完好无损。中国花巨资发展的大杀器东风导弹们，真的能如宣传般拦腰斩断航母吗？现在看来，未来战场上或许还没等东风出手，无人机和潜艇的致命一击已经率先降临。正因如此，伊朗一战后，中国军方开始紧急演练反无人机作战，
并要求加快研发属于自己的自主无人机蜂群和先进防空系统。军事上被人压一头，谁都不好受，何况一向自视甚高的解放军。可以说，美国的第一管军事利刃已经深深刺痛了北京的神经。第二管则是经济与能源战，也就是釜底抽薪、断人粮草之策。川普素以精明商人著称，他深知现代大国兴衰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实力和能源供应安全，因此他在军事行动之外几乎同时祭出了金融制裁和能源封锁的大招。战争打响后，美国立刻冻结了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联合盟友切断伊朗所有主要银行的国际结算渠道，确保伊朗在经济上无力支撑长期战事。这让中国大为紧张，因为中国正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伊朗对外资金往来的重要伙伴。美国的制裁刀锋其实也是对准了中国的腰眼，你要是援助伊朗就是自找麻烦，你的资金来往我也一并盯上。北京最怕的就是这个，一旦卷入违反美国制裁的风波，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国企也可能被美方长臂管辖盯上，损失将难以估量。因此，中国在伊朗战争期间的经济往来基本冻住，不敢造次，而这正中了川普下怀。更绝的是，川普其实早在对付伊朗之前，就已经把另一个中国的油罐子给处理了——委内瑞拉。要知道，中国过去10几年大笔投资委内瑞拉石油业，换取稳定的原油供应。但就在不久前，马杜罗政权被推翻，委内瑞拉局势巨变，亲美的新政府上台。这一下，中国在拉美的能源布局遭到重创。有专家形容说，川普是先断其羽翼，再断其命根，先拔除中国在美洲的一根羽毛委内瑞拉，再掐断中国在中东的一条命脉伊朗。如此一来，中国的能源进口安全亮起红灯。伊朗原油出口被阻后，中国只能更多依赖沙特、俄罗斯等渠道，但沙特在政治上靠向美国，俄罗斯自己处境艰难，供给有限，中国等于被美国半掐着脖子。果不其然，战后国际油价一度大幅波动，川普则趁势宣布美国将增产石油，并动用战略储备稳定市场，使油价迅速回落。这一操作让人大开眼界，美国不仅能打仗，还能影响油价走势，玩弄经济节奏，而中国在这波操作中只能被动承受。毕竟国际油价暴涨对中国经济非常不利，一旦美国握有油价开关，中国就不得不放低姿态。更有传闻称，川普政府乘胜追击，开始针对中共高层的海外资金网络下手。在华尔街和各大金融中心，美方情报单位据说与盟国合作，锁定了许多中共权贵藏匿在海外的资产与黑钱。消息传回北京，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许多红二代、权贵家族顿时人心惶惶，唯恐自己的海外存款和豪宅下一刻就被冻结充公。川普的用意很明白，别以为只有老百姓受战争影响，你们权贵照样跑不掉。金融制裁这第二管一出，等于直接打到中共权力核心的痛处。因为这些年反腐也好，金融管制也罢，很多中共高官早把资产移到国外避险。一旦这条后路被美国掐断，他们的忠诚度会如何变化，很难说。总而言之，川普用经济和能源杠杆，对中国形成了极大的战略压迫。就算不真刀真枪打，中国也已经感受到窒息的滋味。再来谈谈第三管，有人把它称为围台战术，其实这代表的是战略和外交层面的布局，以台湾为诱饵或支点，来围困并反制北京。如果说军事和经济手段是一支明显的铁拳，那么这围台战术就是一支4两拨千斤的太极妙招。川普深谙围魏救赵之道，表面上在中东开辟战场，引诱对手把目光投向远方，但实际上却在另一个关键地带做好埋伏，等着对手露出破绽。在这里，赵就是台湾，魏就是北京。北京若敢趁美国疲于中东战事时对台湾动手，那正好落入川普的圈套。美日等盟军早已在台湾周边部署重兵，形成一个口袋，等着解放军一头钻进来。事实证明，这招钓饵战术发挥了作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其实没有松懈对西太平洋的关注，反而调派更多先进武器和舰队进驻亚太。据悉，在战事爆发前，
美军已经暗中调集2支航母打击群靠近台湾附近海域，美日联合军演也在同步进行。澳洲的潜艇可能悄悄潜伏在南海，英国的驱逐舰出现在巴士海峡附近，而日本更是全程高度戒备。在天空中，美军的 B-2幽灵战略轰炸机和 F-35逆踪战机不时穿梭于第2岛链内外，对中方进行战略威慑。台湾本身则获得了美国最快速度的军援，一批批防空飞弹、反舰鱼叉导弹和新型无人机系统源源不绝运抵台湾，使台湾瞬间变得像只豪猪，全身是刺。川普甚至放话，如果北京胆敢在这节骨眼对台湾动粗，那就是自寻死路，美军将在第一时间介入，直接对侵略者给予毁灭性打击。据说川普曾私下对幕僚强硬表示，如果他们敢动台湾，我就敢炸北京。这句话听起来疯狂，但从川普过往的行事风格来看，未必只是虚张声势。白宫甚至公开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宣传影片，隐约暗示美军可能不惜使用终极武器来保卫盟友，这被外界解读为核威慑的信号。北京当局显然不愿去试探这句话的真假，习近平绝不敢拿整个北京城去赌一把台湾，更何况现在连伊朗都被打成这样，中国能有多少胜算？结果就是在美伊战争进行的那些日子，中国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动作异常收敛。原本解放军早就计划好趁美军分心中东时，在台海搞几场实弹军演，秀肌肉压台湾。然而战争爆发后，传来的却是解放军无限期推迟军演的消息。更让台湾民众明显感受到的是，平时几乎天天绕台的共机，那段时间居然销声匿迹了。据统计，战事爆发后连续6天，没有一架解放军军机扰台。要知道，过去几年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可见北京当时有多谨慎小心。美军在台湾周围实质上形成了一道看不见但极具杀伤力的包围网，从南海、巴士海峡到宫古海峡，各个战略要点都有盟军舰机驻守巡弋。解放军若妄动，极可能刚出第1岛链就遭迎头痛击，断了后路。北京不是不明白这种兜圈子的战术含义，其实这和中国古兵法中的围点打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直接打你北京，我就死守台湾这个点，把你引来攻，再在运兵增援途中各个歼灭。川普的围台战术就是把台湾变成一块诱饵，同时也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诱使北京投鼠忌器。这一招虽然没有真正演变成实战，却已达成战略效果。北京在美伊战争期间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最佳犯台窗口错过，等错过后再想动手只会更难。这就是川普想要的，你不动则已，一动我就有借口反击，让全世界都站到我这边。等你不敢动了，台湾更安全，我的同盟更稳固。可以说，围台战术这第3管成功地把中国军事扩张的气焰压了下去，也让北京错失了可乘之机。川普这3管齐下，使出了一套组合拳，让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一场伊朗战争直接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曾几何时，中国试图拉拢一票朋友对抗美西方，例如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北韩，被外界戏称新轴心国或反美联盟。但如今这条链条接二连三断裂，委内瑞拉抑制伊朗倒下，俄罗斯自顾不暇，北韩成惊弓之鸟。中俄伊朝曾经抱团取暖，幻想共同撑住美国压力。然而川普如同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除了中国身边的助力。北京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盟友出局，却插不上手，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国际政治圈现在流传一句玩笑话，以前是美国怕挑战，如今是中国怕清单。意思是中国最怕再冒出一个美国的清单，把剩下的盟友也点名清除。伊朗这颗棋子被吃掉后，下一颗可能是哪里？北韩吗？叙利亚吗？还是非洲某个亲中的小国？北京现在的处境仿佛大厦将倾，孤掌难鸣。别忘了，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本就是要经由中亚、中东直通欧洲的大战略，可如今一带一路的关键枢纽伊朗陷入动荡，整盘棋顿时断线。伊朗长期被视作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支点，中国在那里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和能源项目，如今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俄乌战争拖累俄罗斯，欧洲普遍对中国戒心提升，一带一路可谓陷入空前困境，
川普的一系列行动等于从地缘上斩断了习近平苦心经营的战略通道。有学者指出，这让习近平的中国梦变得更加遥远。曾经满心以为可以透过经济扩张和区域结盟挑战美国，如今发现自己的盟友不堪一击，经济生命线也掌握在别人手里，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安全。北京开始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试图更多从北方管道获取石油天然气，以减少对海上运输线的依赖。但俄罗斯能提供的毕竟有限，而其自身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惨重，未来走向未卜。中国也急于在非洲和拉美寻找新的能源供应，但美国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可以说，经此一役，北京在全球棋局中几乎被逼到了角落。表面上看，中美还未直接交火，实则中国已被层层围堵，从军事到经济到外交，北京都处于守势。美国则重拾盟友信心，国际领导力大增。对台湾而言，形势的变化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美国用行动证明了对盟友的承诺不是说说而已。先前还有人担心美国是否真敢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现在看看美国连伊朗都敢直接收拾掉，自然底气更足。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在战后更上一层楼，双方情报体系高度连结，甚至传出美军计划在台部署小规模轮替部队，加强协同作战能力。台湾民众也普遍松了一口气，认为至少短期内台海无虞。但忧的是，任何大国博弈中的前线地带都难免面临风险，一旦中国因为被逼急而铤而走险，台湾首当其冲。于是台湾方面没有丝毫懈怠，反而加强了全民国防教育和后备力量建设。政府宣布延长义务役服役期，提升飞弹生产数量，储备战略物资。一股备战以求避战的共识在台湾社会形成，只有自己做好最坏准备，再加上美国盟友的强力协防，才能真正下足北京冒险犯难。川普的围台战术让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也更加危险。重要的是，台湾成了维系第一岛链防线的关键枢纽。危险的是，台湾也成了北京心头最痛且一时难以下口的硬骨头。台湾人如今每日关注的不仅是海峡对岸的动静，还有波斯湾、中南海、美国国会的消息。因为大家都明白，世界局势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台海安全。这场针对中国的灭国军演已经给北京当局上了一课。接下来的问题是，北京会吸取这教训，还是走向另一次危机？习近平绝非坐以待毙之人。过了最初的震惊和沉默之后，北京开始酝酿反制策略。首先是在宣传上，中共迅速改口，试图将伊朗战败归咎于伊朗自己，体制腐败，军队不堪一击，过于依赖俄制武器等等说辞开始出现在官媒评论中，仿佛暗示中国可不像伊朗那么不堪。同时，官媒也强调美国好战成性，不惜扰乱世界和平，想拉国际道义制高点。但坦白说，这些舆论攻势作用有限，因为伊朗战争的事实摆在眼前，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真的有能力对抗当前如日中天的美军。于是更实际的动作是中国在军事上加速寻求非对称突破口。中国可能投入更多资源发展太空和网络战能力，例如针对美军无人机蜂群和卫星网络的弱点下功夫研究反制措施。据悉，中国已经在测试定向能武器，如高能激光来对付低空无人机群，同时秘密研制电磁脉冲弹，企图在战时瘫痪敌方电子设备。网络空间方面，中国将加大对 AI 和量子通信的研发投入，希望在新兴领域寻求弯道超车，以抵消美国的技术优势。毕竟，伊朗之败很大程度上输在技术代差，中国不想重蹈覆辙，就得另辟蹊径。当然，这些都是中长期的布局，无法立竿见影。短期内，习近平恐怕还是得更加小心翼翼，至少在台海问题上不敢轻易挑衅。想一想，过去中国动辄派大批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演训，如今在美国强势围堵下，只能暂避锋芒。这对以民族主义自我 legitimation 的中共而言，不是一个好滋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内部也许会有更多强硬声音冒出来，要求加速武统台湾，或者加强核武库建设，以夷核止战。特别是解放军内部，经此伊朗一役，
可能出现了对现任领导层军事能力的不满甚至质疑。为了巩固权威，习近平也许会采取一些大动作，例如再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在南海挑起摩擦，以展示中国仍有杀手锏。只是这种动作在美国眼皮底下玩火，很可能适得其反，更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戒心。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尝到这次协同作战的甜头，也不会就此止步。可以预见，美国会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甚至有传闻，华盛顿正在考虑促成一个东方小北约，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甚至印度连结成更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如果这成真，对北京来说无疑是梦魇。他长期最担心的就是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而现在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这个梦魇正逐渐变为现实。中国想离间美日同盟，拉拢东南亚国家的努力可能更加艰难，因为大家都看到美国强力保护盟友的决心和能力。连一向在中美间小心平衡的东南亚国家，私下也开始讨论，万一中美真冲突，他们该选边站了。川普在伊朗秀肌肉，某种程度上也是逼各国选边。你们看，老大依然是老大，跟着我有肉吃，跟着中国只会一起倒霉。例如，就有报道说，非洲某些国家已经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合作，担心得罪美国引火烧身。连先前一度向中国靠拢的沙特阿拉伯，也在伊朗倒台后立刻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把部分关键装备的维护权交回美方，可见国际风向转变之快。当然，局势紧绷归紧绷，世界未必会就此滑向大战。也许正因为美国露了这一手，让中国心生忌惮，反而暂时不敢鲁莽行事，从而保持一段相对和平的时光。这正是以战止战的典型例子。美国用一场局部战争达成了更大范围的战略下阻。日后回顾历史时，2026年的伊朗战争也许会被视作一个转折点，它终结了一系列灰色地带的挑衅，不管是伊朗的还是中国的，逼得潜在对手在阳光下认清了实力对比。然而和平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各方下一步的抉择。冷战时，美苏之间也是因为核武下阻才避免直接对撞，但同时彼此不断透过代理人战争和军备竞赛较量。如今美中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北京虽怕，但不甘心；华盛顿占优，也不会松懈。可以想见，接下来双方将在更多领域展开较量，科技、太空、网络、经贸，每一条战线都暗潮汹涌。习近平如果冷静，或许会暂时放低对台强硬，转而集中精力补短板，以求东山再起。但中国内部民族主义高涨，他能否压得住，也是未知数。如果他选择更强硬来回应强硬，那未来的对抗恐怕难以避免。只希望伊朗的下场足够令人警醒，不论北京还是华盛顿，都三思而后行，别轻易去踩那战争的地雷。总而言之，伊朗战事表面上看是美国为了自身和盟友利益的一次出击，但深层次看更像是一场演给中国看的军事演习，而且是玩真的，用一个活生生的政权作为反面教材。三管齐下的策略，刀刀封喉。军事上以雷霆之势破伊朗之胆，经济上断供输油断资金融，使之陷于窒息。战略上围点诱敌，让旁观的对手投鼠忌器。川普这盘棋的确大开大合又环环相扣，不仅拔除了美国眼中的毒瘤，也让北京如鲠在喉，不寒而栗。一时间，杀神川普的威名传遍国际，支持者称赞他维护了世界秩序，击碎了美国衰落论的迷思。反对者则担心此举会迫使中国军事扩张或引发新冷战。但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不可否认，力量对比的天平又往美国这边大大倾斜了一下。习近平现在压力山大，不仅对外战略受挫，对内也得安抚因挫败感而不满的军队和民众。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南海高墙内，习近平夜深人静时会不会自问，这步棋我走错了吗？是不是应当暂缓对抗，寻求某种和解，以免重蹈伊朗的覆辙？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更加愤怒，认为美国欺人太甚，只有以牙还牙，加速军备和对外扩张来突破封锁，未来何去何从，悬念重重。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100多年前的新兴强国德国，因挑战海上霸主英国而最终引爆世界大战，
80多年前的日本被美国切断石油供应后，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结果自取灭亡。今天的中国处境在某些方面与彼时的德日有几分相似，渴望扩张又资源受限，雄心勃勃又树敌众多。所幸中美之间还存在深厚的经济联系和理性沟通渠道，双方都应该汲取历史教训，不让局势滑向不可控制的深渊。伊朗战争这记警钟已经敲响，世界的和平绝非理所当然，需要透过实力的平衡和领导人的智慧来维系。川普以强硬方式达成了短期平衡，但长远而言，唯有建立更加安全透明的国际体系，才能避免大国误判。对中国来说，或许调整战略，融入国际规则才是上策。对美国来说，适当给对手一个下台阶，也许能换来更持久的稳定。伊朗的硝烟已经渐渐散去，但它留下的启示将长久地影响着太平洋两岸。所谓围台战术反杀北京，并不是打口水仗，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在另一处战场提前预演。现在，北京接到了这份下马威答卷，会不会重新审视自己对台湾和对美关系的定位？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围绕台湾的博弈将更加险象环生，因为那已经不仅仅是两岸问题，更牵动着美中谁领风骚的终极较量。然而，也正因为伊朗战争的震慑作用，或许短期内和平反而有了保障，就像猛兽在丛林中露出利齿，其他对手会权衡再三，不敢轻启战端。只希望这种平衡是理性的，而非侥幸的。希望各方都能真正意识到，核时代的大国对抗没有赢家。伊朗只是一个警示，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兵戎相见，那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今天，我们透过伊朗战事这面镜子，看到了大国角力的残酷本质。川普的强硬和北京的野心在这场较量中交织，擦出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火花。未来的故事如何发展，将取决于他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是剑拔弩张，还是偃旗息鼓，是加速对抗，还是寻求缓和。在2026年春天这个关键时刻，世界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期待理性战胜冲动，沟通化解误解，但同时也不能天真，唯有实力与决心才能真正防止战争。正如这次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所展示的，软弱只会招致攻击，而准备战斗才能争取和平。希望北京听懂了这个讯息，也希望世界最终能从这场危机中走向一条新的安全之路。战争的阴影虽未完全散去，但至少此刻，台湾海峡的海面依然平静，太平洋的星空依然凝密。我们珍惜这宝贵的和平片刻，更需警惕未来的风云变幻。伊朗战事给我们上了一课，接下来就看各国领导人的智慧能否化干戈为玉帛，让这颗星球免于重演悲剧。今天的深度讨论就到这里。伊朗战火虽息，但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我们将持续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对话取代对抗。历史从不缺乏惊心动魄的时刻，也从不亏待有准备的人。让我们拭目以待，北京将如何应对川普这部三管齐下的杀招？是寻找破解之道，还是选择退让休养生息？答案终将揭晓，而我们也将见证新一页历史的书写。